比特币要跌到哪？回调什么时候结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比特币的4小时图表。我们现在画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比特币在走的五浪结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前面已经走了很明确的五浪啊。当然，我认为这是最可能，它有我认为主要大概有2种不同的画法。那我们现在呢，在走 A、B、C 的这种末尾。那当然了，我们这里走的就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锯齿浪，我们这里看到的呢，其实是平台型调整，也就是335的结构。那如果锯齿浪就是535，那通常这种锯齿浪它可以创造的这种跌幅呢，就会稍微深一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走 A、B、C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中间它确实是走这种335的结构的，这里是走3浪，然后这里呢也是走很明确的3浪，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很有可能它来走一个5浪。那以5浪的结构来说呢，我认为我们也到了正在走第4浪即将结束啊。当然其实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的量能呢，它其实是有放大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它的量能呢，它的表现其实是不小这个其实就会比较问题大一点其实回调那倒还好，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一波上涨，我们是从53000开始的，我们遇到回调、遇到调整，非常正常，不可能有行情是没有回调、没有调整的。那我们现在的调整呢，其实它绝对还算得上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53000一直到我们最高点呢，我们现在也只不过回调到了382而已，382也算是非常强势的调整了。不过，如果说我们的量能呢，它持续的放大，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的空头的量能呢，它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即将突破一个区间的末尾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快突破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应该要看到空头有连续的这种 K 线下跌也不应该看到空头的 K 线呢有量能出现它可以下跌，但是是非常微幅的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在模式里面看到，当然其实怎么走走得像不像，这绝对不是重点，这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的量价关系符不符合描述。那如果说这里的空头量能呢，当然现在我认为是已经还蛮极限了。如果说接下来的空头量能它又持续的变大的话，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进行更深度的回调，然后我们重新整理之后，我们才能再往上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威克夫的模型，其实我们走到了行情末端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应该出现太大的回调的。当然382还 OK， 但是我们回调呢不可以出现量能中下它会进行测试。如果说有量能的话，下跌有量能，那就代表说供应没有被消耗干净，供应没有被消耗干净，那么中下拉盘就会很困难好，那我们再来画一下，如果说接下来的回调呢，它更深的话，它有第2种走法当然我认为这个是几率稍微低一些的但是其实随着我们的回调的深度呢加深量能有变大，我认为这个几率呢也在提高。那当然呢主要的就是只有这2种，也就是我们的3浪呢走的是延伸的5浪我们的大3浪是走延伸的5浪然后我们的第5浪的结尾呢，我们是到了昨天才看到。那我们在这里的下跌呢，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单纯它就会变成是走这种锯齿型的，对吧？锯齿型的它走完之后它会走这种535的结构。那如果说走成这样的话，它的回调呢就会比我们预想的要来的深很多了要来的深很多。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走这种平台型，那很有可能离382不会太远就会结束了那如果说我们走的这种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要到0.5啦，甚至618这种比较深的这种回调位。那这种状况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可以拿这些钱去开仓。你只要点开链接，然后注册、完成任务等等的，你就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你可以决定要开什么，然后多空等等的，有盈利你可以直接提走。好，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面来看其实我们现在在走的这种盘面呢，我们在前面其实也有看到过我们来观察一下当然了，其实我们昨天也是跌破了这种很重要的形态的边界。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当时呢，在我们这波刚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也有接到一模一样的状况也就是我们上涨过后呢，然后我们进行了调整，上涨不可能没有调整然后也跌破了，没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是配合什么消息面吗？没错，就是矽谷银行倒闭的事件。我当时印象是非常深刻。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里的多头呢，以起点来说，它算是成功的，但它不是最好的。怎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它的量能呢是缩得很厉害。然后你看对比我们前面这种多头的量能哦，你可以看到多头它绝对是很有优势的。所以我们这里的多头呢，它起涨是成功的。那如果说接下来最不妙的状况就是我们在下跌的过程，我们的空头放量的很厉害，那这就很不好。不过我们这波的上涨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一波上涨的它可以走的深度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可以稍微做判断了。我们在一开始上涨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回调到了618的位置。那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呢，它就会相比起来是稍微弱了一些。你可以看到，我们最后是走到了3万，然后我们才进行了更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如果说真正那种非常非常强势、最强势的多头，就是这一段的多头。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的多头它的回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浅的，它这个已经不同级别了嘛，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们中间的回调呢，它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回调，它连回调都是在缓缓的往上涨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在70的初期所以如果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回调的深度加大呢，那我们也可以稍微粗略的判断一下，我们这波的上涨它就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样的强劲。那我们来稍微再画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在走的呢，其实就是五浪那我们可以对这个五浪呢，可以稍微做一个预期。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这个空头开始出现量能，然后我们的回调的深度变深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五浪呢，它最后能走到的距离它很有可能就是可能8万多、9万出头，很有可能就差不多了。如果说我们这里回调的过于深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在CME 的缺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刚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在此处有留下过缺口，对吧？其实我们刚刚的例子的起涨点呢，我们也是留下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它其实最后呢，就形成了我们趋势的起点所以当然你说回调 OK 啦，但是你说回调然后补到这个缺口完全补齐，那这个大家就要小心点了。好，很多人会说我们今天的下跌呢当然从昨天半夜到今天的下跌是因为美联储的一些稍微鹰派的发言，但是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整场记者会里面呢，我们是全场直播，而且全场有即时的翻译的。其实他说的还好，没有到很夸张就没有到市场反应的那么夸张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就来看一下目前美国降息的状况基本上还是大家预期会在9月进行降息的。我认为这个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因为 SEC 它会有这个 FOMC 它会放出非常多的端倪给大家去虽然说不能完全摸清楚，但是你可以知道个8、9成没有太大的问题，就不会偏离预期太多了。所以我认为还是会在9月降息的。那这个也是市场上目前大家的普遍的认知是这个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昨天的记者会造成或许有一点影响它有一些发言呢，确实是稍微鹰派了一些，但是呢，其实它还是不影响我们整体9月要降息的进程的。那其实很多人会对消息面呢不断的去穿凿附会，但其实消息面如果说它真的会反映在盘面上的话，那么在当下就会直接反映出来，它并不会存在说什么消息出来之后，然后隔一段时间才会反映的。当我们能知道的时候，我们散户能知道的时候，至少5成以上都已经反映出来了，甚至7、8成都反映出来的，也不嫌夸张好，所以这个是目前的状况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ETF 流入的数据，在昨天呢，比特币几乎是没有流入的，几乎没有那当然，这也为比特币的下跌呢又有一些理由。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自己最在意的是以太坊的流入数据。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最近这几天，没错，我们虽然说现在依然是在流出当中，但是我们灰度主要流出的发行商呢，它流出的量呢，已经是比起前面少了很多了。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接近5亿嘛，然后这里是3亿多、3亿多、3亿多。那后来呢，到了2亿多。那我们最近这2天都是1亿多、1亿多的流出。其实我们可以复盘我们之前比特币的状况我们见到底部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开始正流入的时候，而是灰度的流出减小的时候。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以太坊很有可能它逐渐的就会找到我们这波回调的底部。那你可以看到呢，以太坊它其实也跌，但是还没有跌破前低嘛。那回调最近也是变得很节制的。好，非常感谢各位。
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